我们要开始画这个花了，底色我们再把它调一下，底色有的时候会沉淀，沉淀的时候你在用的时候可以再搅一下。大家调底色的时候不要调的太稀了，也不要调太干，调太干你可能画不动，调太稀呢，这个今天我就调的有一点点稀啊，有一点稀，我可以再加一点太白进来。如果觉得有一点稀，可以再加一点点哈，稍微的有一丁点稀。你们画的时候觉得水分太大了，那可能就是稀了，你们可以再加一点太白，不能说我调成怎样就是怎样，然后画的水分很大，你也不管，就是你调，你可以看一下，可以看一下自己调的时候可以试一下，用一下，用的时候你觉得这个水分太大了，就是控制不好这个水分，那你们就稍微的干一点点，稍微的加一点点这个太白进去，让它干一点。当然不能太干了哈，太干了你画的时候就画不动。不要调成像这个酸奶那么干就不行的，我们要像这个纯牛奶这样子的，不干不湿的，这样子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画花，随便找一个位置画啊，随便找一个位置画。因为是给大家最重要的是给大家示范这个花。好，我们先调色，我们先画的都是反瓣啊，先画的都是反瓣，所以颜色不要调太深了。我们先把这个玫瑰红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笔尖要留一点深的啊，笔尖要有一点深的，你或者是把这个玫瑰红直接调一点深的，或者是调一点点这个曙红也可以。然后我们画的时候，把这个颜色放到这里。画到这个地方，这个花画到这个地方。好，我们从这里开始画了，我们先画这个背面朝我们的这些反瓣啊，各种各样的反瓣。这种反瓣有窄的，有宽一点的，你可以画一些宽一点，画一些窄一点。它这个反瓣稍微的，我们今天这个反瓣它的姿态会有一点点，跟我们平时画的这个反瓣会有一点点区别。因为什么呢？我们今天这个反瓣，我们把它画得很窄。平时我们直接画一个大大的圆的反瓣，那么每一次画的这个花型它都会有一点区别。我们尽量不要说每次我们画的这个东西都差不多。就所以说，这个就是写生的这个好处。你写生，因为每一朵花它虽然说的花的品种，即使它的花的品种是一样的，但是它肯定姿态不一样。所以说，我们每次为什么用这个真花来写生，就是锻炼大家的这种能力啊，锻炼大家这种对物象的这种提炼的这种能力。好，这个还是一个反瓣叠加叠层，我们叠层的时候要有这个变化。好，这边来2个，然后我们这一个就错开一点点，这里来一个。好，然后这边来一个，这里来一个，然后这里错开，把它错开来，这里再画一个。好，我们让它一层层的多叠加一点。好，这里来一个，这里再叠加一个小的，让它有这个花瓣有大有小的这种叠层。笔尖不停的要补充这个深色。啊，这里再来一个特别窄的，特别窄的，要有宽的有窄的。好，这里再来一层，让它层次显得特别丰富。这个层次是特别丰富了。好，这边是背对我们这边这个方向，然后这两边还有这个反瓣。好，我们再加一点颜色，补充一点颜色，调一点颜色。画这个小写意，我们调色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把这个颜色调好了。这里会有两边都会有一些反瓣，两边都会有一些这个侧面的这个花瓣，反瓣也是一样的，有大有小。这里会有一些小的，那这边我们还可以再来一些小的层次，那这个层次显得特别丰富。
啊，这个是这一边的，那么这边还有，继续再补充一点颜色。继续补充一点颜色。那这边的这个花瓣它是比较小哈，那我们这边要画出不同的。我们中间也来一些花瓣，因为这朵花它中间会有一些花瓣长到这个花心的这里啊，把这个花心有一点遮挡的这种感觉。来一些这种小碎瓣啊，小碎瓣。好，这边的这个侧瓣，我们就侧面就大一点的这种大的侧瓣，这边就是小的侧瓣，我们让两边的这个花瓣有所不同，不要尽量不要画的两边都是一样的花瓣。好，这种像这样子的花瓣，我们一样的要画多一些层次，往上叠加一些层次。让它花瓣有大有小，即使我们叠加层次的时候，也要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变化。好，继续补充一点颜色。那这么多小的花瓣，我们偶尔要来一个大的颜色。哎，颜色有一点没有匀，颜色一定要调匀哈，只有颜色调匀了，你画出这个花瓣它才好看。好，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这里直接来一个大的花瓣，来一个大的花瓣。这边还会继续延伸，然后现在这个笔肚上没有颜色了，没有底色了，我们用笔肚蘸一点底色。这边还是再补充一些这种碎的啊，小的花瓣，碎的花瓣。这里来一个侧面的花瓣伸出来。好，这个花瓣叠加。这个花心在这个位置啊，花心是在这个位置的，这里是花心的位置。好，我们现在这个反瓣基本上都画完了，中间的这一部分，我们先画的是第二层，第二层是这个反瓣，我们反瓣这一部分画完了之后，我们要补充它里面的这个正瓣。好，我们先画这个正瓣啊，补充正瓣的时候，我们颜色多调一点，让颜色深一点。调了这个玫瑰红之后，调一些这个曙红，然后笔尖蘸一点胭脂，把这些缺口里面，这些小的缺口里面就直接去补了。小的缺口里面，我们就直接补上，用最深的颜色。现在是我们把这些
看得到的这个反半伸出来部分的地方的这些正半都给补上，把这些正半都补上。正半都补上。好，这些所有的这些伸出来的这种反半的正半都补上它。好，这边也是一样啊，补充一点颜色，笔肚上一定要有颜色，要饱满，笔尖一定要有深色，最深的颜色一定要有。好，这边也是一样，补上。这样子直接，刚刚我们示范这个组合的时候就有示范这个正半怎么补，大家应该都知道吧？现在就知道这个我们现在在干什么。现在就是在补充刚刚我们给大家示范的这个组合，补充这个正半。好，这个笔上如果没有水分的，我们可以沾一点点底色，然后再加一点颜色，把这个曙红往上调，不是曙红，这个是玫瑰红，先调到笔的1/2的地方。颜色一定要调均匀，只要你把颜色调均匀了，你画出来的东西它就是好看，即使你组合的没那么完美，它也好看。因为我们这种小写意就是调色特别重要。这里可以画2层，这里有一个小的，来一层，这个层次显得特别丰富。好，这个有一点尖尖出来了，有一点尖尖的这种反半出来，我们还是一样的要补充一个正半，也是要补一个正半。像这些小尖尖出来也是要补上它，露出一点点来。好，这样的这个正半都补上了，我们可以像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直接包过来。包的时候我们可以点啊，这样子点就是为了不让这个花瓣画的太圆了，尽量不要把这个花瓣画的太圆了，我们让它包过来，这个花瓣直接从这里包过来，这个花瓣就显得比较大，有层次感。好，我们笔上再补充一点颜色。好，这个缺口这里也可以补一个花瓣。像这些碎瓣，这些就是所谓的我们说的这种碎瓣，补的这种碎瓣。好，外面还会有这个花瓣的，我们先把这个中间的，我们现在在画这个第一层，我们刚刚给大家讲的这个层次，我们现在画完了这个第2层了。这个第2层还有一个花瓣啊，这里还有一个花瓣。这里还有一个，好，这个第2层我们都画完了，我们再画这个第1层。第1层它的特征是什么？是颜色是稍微的浅一点，然后物象是虚的，我们就不用把跟这个第2层一样的把每一个花瓣都画得清清楚楚的不需要把每一个花瓣都画得清清楚楚的，我们稍微有一点点虚，的地方我们。中间有一块可以，根部还是要深一点哈，这个花瓣的根部还是要有深色的，我们越到外围越浅，越到外围越浅越虚。好，根部这个地方我们还是画一些这个比较深一点的颜色，我们就这样去点出这种大小不统一的这种反半，感觉它就是反半啊，你就这么去点它就可以了。就不用说把正反半分得那么清楚，所以你就直接这么去点它就可以。那直接这么去点，你可以点大一点，也可以点小一点，你直接这么去点它。
看到我的笔法吗？画的也特别慢，这种速度应该大家都能看得清楚。直接就这么去点，点出这种花瓣的这种感觉，它是这种层次会很多，感觉这个层次又很丰富，是不是？好，直接这里去点，这样去点它。好，这个笔上干了之后，我们加一点水分。笔上干了之后加一点水分，然后继续调一点颜色。我们现在这一部分深的就这么多，然后其他是比较浅一点点的，可能就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笔上水分不要太大了啊，调一点这个玫瑰红，调一点点这个曙红就可以了。好，我们从哪里画都没关系，我们可以从这里画。这些都是虚的了，现在都是虚的，那我们要直接这么去点它，点出一些这个虚的这种花瓣来补充。当然有大有小有变化，让它有大有小有变化，有一些稍微大一点点，我们要有一些很小的这种。好，我们颜色可能再还深了一点点，要再浅一点，再浅一点。我们沾一点底色之后，就沾一点点这个玫瑰红就可以了，沾一点玫瑰红就可以了。然后去点它，点出这种层次来，让它这个花瓣有一些这种虚的这种感觉哈。直接这么去点它，有一些可以伸出来一点，这个花瓣有一些可以长一点点出来。整个让人感觉是比较虚的，就是看不清楚，你就看不清楚每一个花瓣它是正的还是反的，不需要把它看得清清楚楚的了。这个它就是虚的，所以说我们不需要把它表达的太清楚。这里来加一个，这里加一层。好，我们这个第一层就画这么多。好，我们这个第一层和第二层都画完了，我们现在画最后一层。最后一层是这个大花瓣，颜色比较深的，然后物象也是比较实的。那么这些地方有一些花瓣它比较像，大小比较像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改一下，把有一些花瓣加大一点，让它的花瓣。让这个下面这个花瓣有一些区别，大小上有一些区别，把这个花瓣改一下。好，这样子可以了，这样可以了。然后我们画第三层的这个大花瓣，画这个大花瓣的时候，笔上我们可以沾点底色之后，调这个，笔尖上的这个红色把它洗掉一点点啊，洗掉一点点，然后调这个紫色，把这个紫色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2/3的地方，晕上来，直接调到这个2/3的地方来，往上拉。这个紫色要调到笔的2/3的地方啊，要慢慢的调到这个笔肚上来啊，把这个笔直接睡在这个盘子里调啊。好，把这个紫色调一层在2/3的地方，要慢慢的调均匀，要晕到这个笔的2/3的地方来，然后再调这个玫瑰红，再调这个玫瑰红。这个玫瑰红都没有了，再挤一点玫瑰红出来。
好，我们再调一点这个胭脂，下面这一层的这个花瓣胭脂可以多调一点啊。好，我们先画一个大花瓣，这里先来一个大花瓣，这个大花瓣基本要有这么宽啊，基本上要有这么宽。好，我们直接一笔滚下去。好，一笔还画不完这个大花瓣，这边还要来一笔，补充一点颜色。补充一点颜色，一笔都画不完，这个花瓣太大了。好了，这个花瓣就差不多了，这个大花瓣就这么大了，就这么大的一个大花瓣。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哪里再补充大花瓣，笔上没有颜料了，我们再补充一点底色。补充底色之后，继续调色，还是一样的，先把这个紫色调一层，上来。好，我们这边来一个大的花瓣。这边来一个大花瓣。下面这个大花瓣先来几个大的，然后中间还是一样的，要有一些小的啊。好，这边再来一个大的花，来一个这个花瓣吧。这种，慢慢的我们再去完整它，看一下哪里需要有花瓣，我们去补充花瓣。好，这个笔肚上没有这个底色了，我们再加一点底色。笔肚上没有底色，我们加一点底色。这偶尔跳出来一个。好，这里再来一层啊。来一层的时候，我们要慢一点去点它，点式的，点加滚这种方式去画，不要一下子画太大了。这里来一个。
因为这个到最后去加这个花瓣的时候，一旦没有加好，它就破坏了整个画面，所以还是要慎重一点点，要慎重一点点。当然，虽然说这个花嘛，画这个花，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怎么样，大不了画不好就重新再来过，也是有这种心态就更加好了。这个花让它后面又有一层这种感觉，后面又有一层。然后看一下哈，看一下这里还有一个缺口，这个缺口我们再把这个缺口给画上一个，这个缺口有点大。缺口有点大，我们也不要把它填满了，缺口还是要的。好，我们基本上这样子差不多，然后我们把想要再深的，我们再补深一点，让深的地方更深一点，让深的地方更深一点。偶尔回一下笔，回一下笔表示这个花瓣的一些褶皱。这个花瓣我们加长一点。看一下哪里需要调整一下。好，我们再去调整一下，把需要调整的再去调整一下。让深的更加深一点。我们现在调整一下，让深的更深一点。调整一下，让深的更深一点。好，把这个花心的地方，把花心的地方给补上。这个是花心的地方，最深的地方。可以用紫色和这个胭脂来画。好，这个是花心。好，这一朵花看从哪里长出来。上边的话有大瓣，我这个花整朵花里面是有这个花瓣的大小的配合啊，有大有小，有虚有实。稍微的是有一点点圆，但是这种花它是比较圆一点点，是比较圆一点点。虽然我们这个缺口
如果说我们这边这个缺口留大一点，会更完美一点。如果我们再去改的话，我怕把它改得更加不好看了，我们就不动它，这样子也差不多哈，也差不多。这两个缺口稍微的有一点相同，有一点，假如说这个缺口有相同的地方，我们可以把它灭一点点啊。这个缺口有太相近的地方，我们可以灭一点，让这两个缺口不要太相同大，不要一样大就好了。这两个缺口我们可以把它灭平一点点。就是这个缺口，我们尽量不要太多，一模一样大的这个缺口就可以了。我们像这些有一些这个缺口，有一些跳出来的这种花瓣，它是合理，还是很合理的哈，还是很合理。但是每一次不可能画成一模一样。好，我们这个叶柄的话，从这个花的正中心出来，让我们不要画太长，因为下面要画叶子，有可能都被盖住了，有可能都被盖住。看这里有一组叶子，这里它有两组叶子是伸到这个花的这个后面去了。好，这边我们也画很多这个叶子，把这一边的这个叶子直接挡住这个花的这个枝干了，嫩枝干。我们先画一些老叶子在这边哈，这下面画一些叶子。这是前面我们给大家讲这个叶子的时候调好的这个墨绿色，就是这个花青加藤黄加墨调的这个墨绿色。叶子颜色是花青加藤黄加墨，花青加藤黄加墨调成这种墨绿色。好，然后蘸了墨绿色，笔尖蘸这个浓墨。这边我们可以来一组叶子，让它翻转过来的这种感觉。好，一片中间一片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这样子是一片叶子啊，一片叶子。好，我们这边再来一片，再来一组，还是一样，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两组。好，三片叶子一个组合。还有画一些这种浅色的叶子，再画一些这种浅色的叶子，让它后面还有叶子的这种层次感。我们先可以不画，先把这一组叶子给画了，这组叶子一样的啊，我们还是用这个颜色来画，墨绿色，然后加上笔尖蘸这个浓墨。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画出一片叶子。那么一组叶子是三片叶子组成，那这里还有一边还有一片。这个叶子我们可以画成形状不一样，姿态不一样，让它有大有小，有圆的有长的。好，这下面还有一组，下面这一组我们让它又不一样，这个姿态又不一样。然后这个上面这些叶子直接长上去了，这里还有叶子，后面这个两个枝干就直接叶子长上去了，我们已经看不到了。这里我们可以让它露出一点点啊，露出一片，直接把这个上面给它补上去就好了，因为已经看不到这个叶子了。它有一点掉下来，从这边出来，伸到这边来。伸到这边来，这种感觉。好，这里我们再补充一些这个淡的层次。这个后面还有叶子。
昨天我们画的是这个枝干嫩芽从这里出来，我们今天可以让这个嫩芽从这里出来也可以的。从这里出来也可以哈，我们出一只嫩芽，出来。这个花这个颜色干了之后，它会挺好的。颜色的这个把控，这个颜色这个度，我还是能够把控的挺好的。等它干了之后就很和谐。这里来出一点嫩芽。好，这边也出来一点点。一根的话可能太孤单了，我们再出一根啊。这里有一个参差。好，我们把这个嫩芽给画上，把这个嫩芽，我们用这个画嫩芽的这个纸笔。三绿加藤黄调和，画这个嫩芽。三绿加藤黄，然后加一点这个珠标，笔尖蘸这个胭脂来画这个嫩芽。慢慢的干一点，它这个颜色就会更加均匀一点。那我们点上一点点这个苔点什么的。这个下面还有两个小的。每一个嫩芽，我们稍微的要点的有一点区别才好，不要每一个都长一样的，最好是要有区别。那么勾一下这个叶茎呢，勾一下叶茎。
嫩芽就是这个颜色，花这个3绿加藤黄，调一点这个珠标，笔尖蘸这个胭脂。好，这幅就这样子差不多了哈。我们这边可以加一点嫩叶，从这边过来，嫩叶的层次。这些地方可以直接闭合它，隐隐约约的有一些嫩芽的层次就可以。好，这一幅我们把它这个花心画上，把这个花心画上，它干了之后再干，还没有够干啊，干了之后它会很协和、很协调的。好，我们用这个3绿画出这个雌蕊。太白多，藤黄1，太白2，1:2的调和。我是放在这个瓶子里，它就每次就直接用就可以了。我们画这个花心，画5组，1、2、3、4、5，这有一组在被这个花瓣给挡住了，但是还是会露一点点出来啊，还是会露一点点出来。下面这2组就沿着这个花瓣的这个边缘去点就好了。点的时候偶尔可以点的很整齐，然后偶尔跳出1、2个，然后这边的这个我们可以往里勾一点，往里勾一点，有一个勾点的动作，它这样子这个花蕊会显得更加灵动一点点。好，这个花心画5组，偶尔跳出1、2颗，它会更加会有这种灵动感。好，这个花心的这个根部稍微的扫一下这个花丝。好，现在是颜色稍微干一点，它是不是好很多啦？颜色稍微干一点，它会是不是好很多？跟昨天那幅稍微有一点点区别啊，跟昨天那幅稍微有一点区别。昨天那个这个上面的这枝干从这里出来的，但是差不多哈，也差不多哈。
加水吗？不加水，不加水。这个花心里面是不加水。用不用小枝干叶子连的？请问左右边的3片叶子用不用再画小枝干连接叶子？右边这个有连接啊，这个是有连接的。你看是从这后面出来的，可能不太明显，你可以加一下啊，可以再。这是有连接的啊，这个叶柄是从这边长出来的，叶柄是从这边长出来。有些地方是被挡住了，这些地方被挡住了。好了，这幅作品就这样子完成，大家可以多练习，期待你们的作品哟。